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想要来讲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人一生中会花25年到30年的时间来睡觉，而且我们研究过了，所有物种几乎都会睡觉。这意味着睡眠它是有一定功能在的，要不然的话就是进化出了问题。那相对的，睡眠不足的危害就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作者马修·沃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精神科学与心理学教授，创办了人类睡眠科学中心。他原本是在研究老年痴呆症的。痴呆症其实不只有一种，阿尔兹海默症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为了尽快诊断病人到底是哪一种，他就评估了他们在睡着和醒着的时候的脑电波，结果一查发现，睡着时的脑电波很不正常。于是他就入坑了，开始着迷于研究睡眠。那我们比较容易入坑的是抽盲盒之类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晚应该要睡8小时，包括老人也是啊。作者他就是睡8小时的。那老人需要比较少的睡眠，这个只是谣传的。不管是谁啊，只要常年睡眠被打乱，就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那如果你觉得你睡6小时也没问题，有可能只是你没有意识到你睡眠不足而已。科学家们发现，确实有一种人能够适应6小时的睡眠时间，并表现出极小的损伤。即使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没有设置闹钟，他们也睡这么少。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叫 DEC2 的基因子变体，但是这样的人远小于1%，比被雷劈的几率还要低。我们的睡眠是有2种不同的睡眠模式在交替循环，一种叫非快速眼动睡眠，另一种叫快速眼动睡眠。之所以这样命名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的眼睛就不停地在转。仔细想想，你是不是见过婴儿的眼睛在睡觉的时候这样转动？快速眼动睡眠对促成大脑的成熟至关重要，承担了大脑的神经构造任务。如果扰乱或削弱了婴儿的快速眼动睡眠，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快速眼动睡眠非常有意思，在这期间我们会做梦，并且它能够抚平我们的伤痛，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创造力。这一部分我会专门放在下期的影片来讲。那非快速眼动睡眠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睛不动的时候的睡眠，它被分为阶段1到阶段4，数字越大睡眠越深。这里的深就是指唤醒一个人的难度。那如果之后我提到深度睡眠，指的就是阶段3跟阶段4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非快速眼动睡眠它有很多的功能，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记忆。我们一般会把白天的记忆先放在海马体这个临时仓库里，这个仓库容量有限，如果放太多东西就放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就靠非快速眼动睡眠把海马体仓库里的东西搬到楼上的大脑皮层里，存在这里放得更久也更可靠。那用什么搬呢？用的就是睡眠纺锤波和慢波这个电梯。醒来以后昨天的记忆安全归档，并且获得了第2天学习新信息的短期储存能力，还能恢复一些差点要失去的记忆。一夜好眠以后第2天就会有那种我想起来了这种感觉。而且跟清醒时间相比，睡眠它保存记忆的效率高了20%到40%，其实就算小睡一下也能获得这种好处。所以如果要考试的学生千万不要熬夜，有条件的话午睡一下就更好。还有睡眠记忆非常的智能，它会专门挑它觉得有意义的内容来记。另外这阶段的睡眠也有利于提供运动记忆。什么是运动记忆呢？就好像弹钢琴，运动记忆被转移在意识层面以下运作的大脑回路中，而不是像保存信息那样会从仓库搬到保险箱。所以那些技能就像本能一样，会从身体流露出来。更智能的是它会强调白天经常弹错的部分，就是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它会在睡着的时候给你加工一下，在睡眠期间自动给提高了。所以那些奥运教练如果要求运动员训练得很晚，又要求他们很早起床，那就抹消了他们脑内运动记忆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我们睡着时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每90分钟就会切换一次，一共有5个周期，所以算起来完整的睡眠时间应该是7.5个小时。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推荐我们睡8个小时的原因吧。基本上前半夜大部分由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占据，后半夜大部分由快速眼动睡眠占据。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非快速眼动睡眠的一个关键功能是去除不必要的神经连接，而快速眼动睡眠则是加强连接。就好像在雕刻，我们的记忆是一团粘土，首先要先去除大量的多余部分，接着稍微加强一下细节，再剔除，再雕刻。
经过几个周期的工作，剩下的粘度就比较重要了，因此要强化留存元素，工作就交给快速眼动睡眠了，也就是做梦。这种前半夜由非快速眼动睡眠主导，后半夜由快速眼动睡眠主导的模式呢，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假如你要睡到早上的8点才睡够8小时，那如果你6点起床的话，你就是提早了2个小时嘛。按理来说，你应该是损失25%的睡眠，但由于我们的快速眼动睡眠都集中在清晨的时候嘛，那就代表着你会损失60%到80%的快速眼动睡眠。而且影响学习能力的非快速眼动睡眠纺锤波，它在清晨时分特别集中。如果只睡6小时的话，那就会大量缩减大脑恢复学习能力的功能。同样道理啊，如果你凌晨2点睡觉的话，那就会失去大量的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我一开始是在想，那为什么如果凌晨2点睡觉的时候，它不是从头开始计算呢？那这样我们就还是失去最后的快速眼动睡眠嘛。但我自己睡觉的时候，我有发现，如果我熬夜的话，我就睡得特别浅。那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之前失去的睡眠给补回来，这一点我稍后还会再提。65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睡眠障碍很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发病的预警信号，也可能是发病的起因。超过60%的患者至少存在一种临床睡眠障碍。阿尔兹海默症与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毒性蛋白质的积聚有关。通常这种蛋白是我们在睡眠期间排出的毒性废物中的一种，也会在我们睡眠期间被类淋巴系统清除。但如果我们睡眠不足或者不睡觉，这种蛋白跟其他毒性蛋白一样就会升高，积聚在大脑中，尤其是深度睡眠的区域，攻击这个区域使它退化，导致深度睡眠丧失。而且这种类淋巴系统啊，刚好又在深度睡眠期间才会加足马力大量清除这种有毒蛋白。现在请你将深度睡眠想象成你家的电力系统，而这种蛋白就是你在睡眠不足的时候扔在脑袋里的废物。这种废物会让你家停电，而一停电你就没有办法用吸尘器去清除它，结果就越积越多，就越频繁停电，越频繁停电你就越不能清理它，就这样恶性循环。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睡眠质量会逐渐恶化，尤其是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的质量，一进入40多岁，老化会剥夺60%到70%的深度睡眠，到70岁则会失去80%到90%的深度睡眠。也就是说啊，只要老了就会电力不足，但阿尔兹海默症是会让你停电。更要命的是啊，没有电你就没有办法用睡眠纺锤波和慢波这个电梯，将记忆从楼下的海马体这个临时仓库搬到楼上大脑皮层这个长期的保险库，楼下的仓库很快就满了。这也是为什么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他失去了学习和记忆的能力。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柴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曾表明自己每晚只睡4到5个小时，他们最后都无情地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据说川普现在也大力宣传自己只睡几个小时。睡眠不足啊，增加了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而且每晚规律睡眠少于6到7个小时也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患癌几率增加1倍以上，还增加心血管疾病、中风等风险。别说是老人家，就算是年轻的学生，让他熬夜学习也是学不进去的。作者和他的团队对熬夜学习的学生和正常睡觉的学生做了一组实验，发现熬夜学习的人啊，学习新信息的能力下降了40%。刚刚提到的海马体这个临时仓库好像关闭了一样，没有办法接收新知识。其实不需要熬夜，只要在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偶尔产生一些声音，让他保持在浅睡的状态，就能让他的大脑产生类似的大脑缺陷和学习障碍。反之，如果你学习之后去睡个觉，就能起到巩固知识的作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罗伯特·斯塔克戈德博士做了一项研究，让133名大学生通过重复来学习一项视觉记忆任务，随后让他们参加测试，看看记住了多少。然后有一些人睡1晚之后再回来测试，另一些人睡2晚，还有一些人睡3晚。结果发现啊，被测试前经历的完整睡眠越多，他的记忆巩固越好。唯独有一组人啊，他们在第1个晚上就被剥夺了睡眠，虽然第2跟第3个晚上有让他们回去睡觉，但是他们的记忆没有呈现出巩固的迹象。也就是说，如果你学习之后的第1个晚上没有睡觉，
就算之后再怎么补觉，也没有机会巩固这些记忆了。除了影响身体健康啊，睡眠不足还影响我们的精神健康。如果一个小孩在那边尖叫哭闹，他的家长可能会跟身边人说啊，他昨晚没睡好。其实成人也一样，如果他没有睡好的话，他的精神会在正和负之间来回摆动。原因就在于啊，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大脑理性又充满逻辑的 CEO 前额叶皮层没有办法控制一个暴怒的、随时要战斗或逃跑的员工，叫杏仁核，而且管不住另一个容易上瘾且依赖多巴胺的员工纹状体。两个极端的员工啊，并不会相互抵消，相反可能会导致暴力、抑郁、酒精上瘾等等。抑郁症、焦虑症、PTSD、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都伴随着不正常的睡眠状况。睡眠不足除了会慢慢的导致一些疾病以外，还可能直接要了我们的小命。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功能啊，即使是轻微的睡眠不足也会大受影响，那就是专注力。而缺乏专注力最平常又最致命的一个活动就是疲劳驾驶。由疲劳驾驶引起的交通事故的数量超过酒精和毒品引发的车祸的总和。醉酒司机啊，通常是刹车太迟或者躲避太迟。但如果你疲劳驾驶的时候睡着或进入微睡眠，你是完完全全停止反应的。微睡眠是什么？微睡眠就是在专注开车的时候意识松懈。微睡眠仅仅持续几秒，但在这几秒内，眼睛会部分或全部闭上。大脑对外部世界是没有知觉的，包括视觉，而驾驶的时候只要2秒钟的微睡眠就可能致死。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长期睡眠不足，而这里的定义是每晚少于7小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戴维·丁格斯做了一项研究，发现每晚睡4小时的人，经过6晚就和连续24小时不睡觉的人差不多。而每晚睡6小时的人，经过10晚就和连续24小时不睡觉的人表现相等，也就是微睡眠的次数增加了400%。还有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对2组健康的成年人进行实验，其中一组喝啤酒喝到被判为酒驾的程度，另一组则剥夺他们的睡眠1个晚上，发现清醒19个小时之后，睡眠不足的人和那些达到法定酒驾标准的人，认知受损的程度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早上7点起床，一整天不睡觉，到了凌晨2点开车回家，那这个时候你的认知程度和酒驾的人的认知程度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昏昏欲睡，一定要停下来。不管你是觉得自己喝了咖啡或者吃了薄荷糖都好，你仔细想想以前在课上打瞌睡的时候，你有办法控制自己不要打瞌睡吗？没有办法，对吧？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停下来休息1晚。但如果你真的需要赶路，那就停在安全的地方小睡一会，大概是20到30分钟。醒来之后不要马上上路，还要再休息个20到30分钟，因为你这个时候会有个睡眠惯性。之后呢，可以喝一杯咖啡再上路。而且经过作者30年的研究他发现人只要清醒16个小时之后呢，大脑就会开始失灵。我们需要7小时以上的睡眠来维持认知能力。连续10晚只睡7小时，大脑的功能也会像24小时没睡一样。就算用3个晚上来恢复睡眠，也就是睡得比平常周末还要多，也不能使睡眠不足1周后的表现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自己的睡眠有多么的不足。如果你每天睡少于7小时，但又觉得自己没问题，你可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来帮助你判断是不是真的充足了。早上醒来后，你能在上午10点或11点再次睡着吗？中午之前，你能在不摄入咖啡因的情况下保持最佳状态吗？咖啡因包括茶。如果你没有设置闹钟的话，会睡过头吗？你是否发现自己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需要重复阅读一句话？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剩下的我会放到下期视频来讲。那最后附上12条健康睡眠的小贴士。